你见过这么不讲武德的奥特曼吗？一言不合就开战。就在刚刚，银河使出大招将雷德王消灭，随后雷德王变成玩偶飞到银河面前，银河正要伸手去拿，不料维克特利发出维克特利姆斩击偷袭，银河躲闪不及，维克特利更是将雷德王的力量融合，打出一记重击，银河也是被炸得有点懵逼。小光上前质问对方到底是谁，维克特利不屑，转身突然又放大招搞偷袭，银河劝说无效，只能迎战，双奥就此展开肉搏。开始银河还是很给面子，没怎么还手，一直在躲避。论拳脚，两奥也是不相上下，维克特利却是人狠话不多，一击维克特利姆灼烧将银河击飞。然而用完这一击后，维克特利胸前开始红灯闪烁，银河这边能量也将耗尽，眼看时间不多，于是两奥决定一招定胜负。银河召唤出火花枪，双奥一齐飞到空中，一道光芒闪过，他们消失在空中。在异世世界里，小光见到银河，他询问为何玩偶能被复活，那个黑色奥特曼到底是谁，为何会攻击自己。银河告诉小光，其实维克特利并没有恶意，他让小光好好思考和他的关系。小光这边还在思考银河的话，这时由 PG 队员过来把他带走。原来他们是刚成立不久的特搜队 UPG 队员，队长被小光之前的英勇深深吸引，想邀请小光加入。看着这么寒酸的基地，小光本想拒绝，这时他的好基友出场，原来他也加入了 UPG， 对小光也是盛情邀请。看到大家都这么有诚意，他也只好答应。一条4通过研究告诉大家，他们发现的水晶体都有相同的频率，而雷德王本是一种生物，变成怪兽很可能跟水晶体有关，而谜团重重的维克特利奥特曼很可能是地底下的某种生物。正当他们交谈时，基地突然断电，小光以为是基地没钱交电费，当然不是，原来是这只怪兽艾雷王在捣乱。第二天艾雷王再次出现，同时人造女也出现在城市中心，只见他小手一挥，又开始稀释水晶体。小翔见状立马追了上去，估计是来到地面没吃饭，一上来就是挨揍的份，还好由 PG 的人员赶到，俩人见面就开打。这时小翔回想到阿莎女王的叮嘱，小翔这才停手。另外这边亚里莎追到人造女，不料人造女立即召唤机器兵，对着亚里莎展开攻击。别看她是女流之辈，还是有两下子的，3下5除2就将机器兵解决。随后上膛对机器女开枪扫射，然而却是有烟无伤，再次加大火力击中机器女左臂，只见伤口迅速愈合，亚里莎都看呆了。此时机器女又召唤出怪兽艾雷王，对着城市就是一顿破坏，人们四处逃窜，高楼大厦全被摧毁，眼看乱石坠落，小光一把将小翔推开救了他，小翔这才放下芥蒂。没等他们深入交谈，怪兽又出现在身后，小翔掏出变身器与雷德王玩偶融合，召唤超强雷德王射击，随后变身超级融合维克特利奥特曼，徒手交战。艾雷王自然不是维克的对手，直接被揍得晕头转向。然而玉米棒也不是吃素的，只见他一个扫尾袭来，维克特利只得连连后退，接着被艾雷王紧紧勒住，局势瞬间逆转，再喷出火花重击。看见伙伴吃了瘪，小光赶忙变身银河奥特曼，召唤火花枪挡在小翔面前，这才将怪兽击退。小翔这次好感动，银河奋不顾身向怪兽冲去，真刀真枪打在怪兽身上，怪兽又出阴招甩尾必杀技。眼看银河落入下风，小翔心想人家都救我2次了，俺也不好意思不出手，于是他纵身跃起，送给怪兽一记闪电踢，紧接着使用维克利姆斩击，就问你这4连踢帅不帅？反正怪兽是被扇得毫无招架之力。随后融合雷德王手臂，将怪兽击飞500米地。话不多说，最后使出绝招维克特利姆光线将怪兽击毙。帅气的男人也可以正面看爆炸。维克收起装备，随后两人变成人间体。小翔问对方为什么救自己，小光说这是正义的本能，虽然我们背负的过去不一样，但目的说不定一样。说着从口袋掏出一包奥利奥送给饥饿的小翔。这边2个人间体第一次互相介绍，然而另外太空这边又有一场巨大的阴谋出现了。关注我，我是小影，下集更精彩。